2016年3月28日的早晨，台北市内湖区一片祥和。在西湖捷运站附近，一位年轻的母亲王婉玉正带着她不到4岁的女儿出门迎接亲人。小女孩骑着她心爱的滑步车，笑声洒满人行道。然而，就在这平凡的一刻，噩梦突然降临。一名男子尾随在母女身后。王婉玉起初以为他是好心路人，或许想帮忙扶一下孩子的滑步车，不料下一秒，男子竟掏出一把锋利的菜刀，猛然朝小女孩的颈部挥下。母亲近在咫尺，却来不及阻止，眼睁睁看着凶徒连砍数刀，幼小的女儿当场头身分离，倒在血泊之中。这惊悚的一幕发生在众目睽睽之下，附近路人一时惊愕失措，但随即有7位见义勇为的市民反应过来，合力将疯狂挥舞菜刀的男子扑倒制服。警方赶到后，立即逮捕了凶手。短短几分钟内，本应天真无邪的童年瞬间被残忍终结，街头血腥震撼了在场所有人。这名不幸遇害的女童小名叫小灯泡，原本再过几周就要迎来4岁生日。她活泼可爱的生命犹如一道温暖的光，却在大白天遭逢灭顶之灾。消息传开后，人们无不为之悲痛惋惜。这是一场无任何征兆的随机杀人事件，地点就在许多人每天经过的社区街头，受害者竟是手无寸铁的幼童，而且惨遭如此残忍对待。小灯泡的母亲亲眼目睹爱女被夺走性命，在试图拉扯凶手时因力量悬殊而失败，那种绝望与痛楚难以言喻。这一天，台湾社会原本平静的日常被打破，迎来一场集体震撼与悲伤。全台湾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愤怒与哀痛之中。当天稍晚，媒体大幅报道了内湖这起随机杀童惨案，社会大众无不震惊。许多人难以置信，在光天化日之下，竟有孩童被当街残杀。小灯泡遇害的现场随即堆满民众自发前来悼念的鲜花、玩偶和卡片，人们放下了糖果、玩具，仿佛希望以这些孩子喜爱的物品告慰小天使的在天之灵。蜡烛的微光在夜色中闪烁，映照出人们眼中的泪水和心中的怒火。社群媒体上，为小灯泡讨公道的呼声掀起浪潮，无数网友在总统和政府官员的脸书页面留言，表达悲痛，并强烈要求严惩凶手。不少人直言痛心到无法呼吸，更有人愤怒地质问，这种丧心病狂之徒还有什么资格留在世上？一时间，全民沉浸在对这个无辜孩童的哀悼与对凶手的愤恨难平之中。社会各界纷纷作出回应。时任中华民国总统的马英九表示，要全力查明侦办此案，强调一定要还社会一个公道。行政院长张善政对事件感到震惊与悲痛，指出如果凶手并非精神失常，而是蓄意杀人，就该给予最严厉的刑罚。他同时提及死刑存废议题需要社会共识，显示政府高层面对民意压力的慎重态度。行政院副院长杜子君则在第一时间代表政府对家属致上哀悼，并承诺1个月内研拟短期、中期和长期的对策，防堵此类随机杀人案件再发生。总统当选人蔡英文当时尚未正式就任，但也透过发言人表示他内心的痛心与不舍，强调将从教育、经济安全、心理健康等根本层面加强社会安全网，杜绝这类犯罪滋生。隔日，蔡英文更亲赴案发现场献花哀悼，在留给小灯泡的卡片上写道，这个社会破了很多洞，他绝不会让孩子白白牺牲，一定会尽全力把那些破洞补好。这番话表明了社会领袖的决心，也寄托了全民的期盼，希望悲剧能带来改革的契机。在野的反对党人士同样发声，时任最大在野党主席洪秀柱于社群上痛斥凶残行径，不能原谅质疑，孩子何其无辜，什么样的人竟能对稚子下此毒手？他的言论代表了许多民众的心声、震惊、愤怒，以及对凶手的痛恨与零容忍。立法机关方面，朝野立委开始研议法律行动。国民党籍立委王玉敏提出修法倡议，主张凡故意杀害12岁以下儿童者，应处以死刑或无期徒刑，以彰显法律对此类恶行的严惩决心。另一边厢，部分第三势力政治人物和人权派议员则呼吁冷静面对。他们强调，
首要之务是照顾被害者家属的伤痛和保障社会安全，而非急于在废除或支持死刑的争论上角力。一位新科立委林长佐明言，自己长年以来的理想是建立一个进步、安全且不必靠死刑的社会，但在此刻更应该聚焦于如何防止悲剧再发生。这些声音显示出社会情绪的两面，一方面是汹涌的民怨，要求严惩；另一方面，也有人提醒不要被仇恨淹没理智，需要理性思考根治之道。在群情激愤之际，公众也开始追问这名丧心病狂的凶手是谁，他为何能做出如此残虐的行径。经警方调查，嫌犯为现年33岁的男子王景玉，就住在内湖案发现场附近的一处社区。随着王景玉的身世背景曝光，社会大众发现这起悲剧背后隐藏着精神疾病的阴影。王景玉高中毕业后曾服兵役担任坦克车驾驶，退伍后却长期失业，10多年来赖以为生的是父亲的军人退休俸和母亲当清洁工微薄的薪资。他与父母同住，但人际互动极度退缩，常年封闭自己。更令人忧心的是，王景玉早在多年以前便显露出严重的精神状况问题。他曾在台北市立联合医院松德院区接受过治疗，病历显示他是思觉失调症患者。此外，他还有施用毒品的前科记录，曾因吸食安非他命等受警方关注，因此警方早将他列为治安顾虑人口。然而即便如此，悲剧仍然没有被阻止。王景玉过去的种种怪异行为，如今看来是明显的警讯。据家人事后描述，他自2012年前后开始渐渐出现妄想和自言自语的症状，甚至怀疑起自己的亲生父母。日常生活中，他往往不修边幅，行为怪异。例如，他对清洁产生执念，每天要用抹布反复擦拭自家大门6、7次，还曾持棍棒在社区挥舞，大喊大叫，敲破警卫室的玻璃，并砸毁邻居的脚踏车。2014年10月，他因为不停洗抹布和擦门，被父亲斥责后突然失控，和父亲扭打在一起，甚至拉扯母亲的头发。当时家人报警求助，王景玉被送至松德医院急诊，当场医师诊断他处于急性精神病发作状态。然而在短暂治疗后，他还是出院回家了。出院后，他虽与家人的互动更少，但一些异常举动并未就此停止。他经常把自己关在房内抄写大量文字，然后带着那些写满字的纸张外出，在外面对着纸跪拜膜拜，甚至将纸烧掉。他每次回家进门，也都立刻拿抹布疯狂擦拭大门内外，好像外界有什么污染需要清除。家人眼看儿子的精神状况依然不稳，但似乎也缺乏进一步强制治疗的途径。悲剧前几天，据说家人曾想带他到医院做精神鉴定，但最终未能阻止他的病态思维走向失控。案发时，王景玉的言行举止更是极度诡异，完全脱离现实。他在被捕后的警局侦讯中，一开始一语不发行使缄默权，接着却突然自称是三皇五帝之一的尧帝，还说自己是四川皇帝，荒诞地要求警方跪拜他。他声称之所以下手杀害小灯泡，是因为那孩子长得像四川人，而我是四川皇帝，所以要杀了他。他甚至扬言自己要与四川的少女传宗接代，种种疯狂言语令人发指又匪夷所思。警方随后搜索了他的住所，结果发现了多达29本他平日手写的笔记本，里头密密麻麻记录着他的种种妄想，从反共抗俄、拥护抗日战争这类莫名其妙的口号，到历代皇帝如秦始皇、忽必烈的事迹摘录，还有把自己的名字和传说中的方士徐福相提并论的只字片语。不难看出，王景玉长期沉浸在一套离奇的幻想体系中，自认是帝王转世或拥有特殊使命。结合他过去的病史与行为，专家普遍认为他罹患严重的思觉失调症，在发病时出现被害妄想与夸大妄想。他所犯下的残忍罪行，正是这些未受控的精神疾病最终酿成的恶果。然而，精神疾病虽是悲剧诱因之一，却无法抹去它所造成的伤害和社会的愤怒。接下来，司法将面临艰巨的挑战，如何在考量凶手病情与人权的同时，为这起罪大恶极的犯行伸张正义？随着王景玉被逮捕到案，司法程序迅速启动。士林地方检察署在案发不到2个月内即完成侦查，
并于2016年5月23日依杀人罪及儿童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相关条款起诉王景玉，求处死刑。检方在起诉书中列举了王景玉犯案情节的种种极端残酷。他与被害女童一家素不相识，没有任何私人恩怨，却在大庭广众之下对毫无反抗能力的3岁稚童连砍23刀，犯行手段冷血凶残，导致年轻母亲眼睁睁看着挚爱女儿惨死，一生都将笼罩在失去至亲的痛苦阴影中。此案也让整个社会陷入集体恐慌与不安，人们开始质疑日常生活的安全，彼此之间产生不信任感。更令人发指的是，王景玉落网后始终毫无悔意，既未曾表达任何忏悔，也没有向被害家属表示歉意。检察官认为，这一切都显示出被告罪大恶极且难以教化，为了社会安全，应将他永远隔离。起诉意见明确，请求法院判处王景玉死刑，以彰显正义，告慰人心。案件进入法院审理后，焦点落在王景玉的精神状态与刑事责任能力上。依照我国刑法规定，若行凶时因精神障碍导致无法辨识行为违法或欠缺自我控制能力，可适用刑法第19条宣告不罚或减轻其刑。但经过详尽的精神鉴定，士林地方法院合议庭在审理中认定，王景玉行凶当下虽患有思觉失调症，但并非处于完全丧失理智的疯狂状态。他对自己的行为违法性仍有辨识，控制能力也与常人无异。换言之，他懂得砍人是犯罪且不该做，但仍选择下手。因此法院认为，刑法第19条关于免责或减刑的规定不适用于本案，王景玉需为自己的行为负完全的刑事责任。在此基础上，2017年5月，士林地院一审宣判结果出炉，王景玉被依成年人故意对儿童犯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终身剥夺公权。法官明白指出，考量被告犯案时具备辨识与控制能力，理应严惩。然而鉴于被告罹患严重精神疾病，且我国已经内国法化的2项国际人权公约明定，不得对精神障碍者执行死刑，法院最终没有判处死刑。换言之，即使王景玉的罪行极端恶劣，依国际人权标准，他的精神状况属于不得处决的类别，因此法院退而求其次，给予无期徒刑。这个裁决一出，在社会上引发强烈反响，很多人无法接受这名凶残的杀童犯竟逃过一死，甚至连被害女孩的母亲王婉玉都在法庭上声泪俱下，恳求法官给凶手极刑。然而，一审法官的抉择显示出法律在正义与人道之间的两难，也为日后更漫长的拉锯埋下伏笔。王景玉一审被判无期后，他本人以及检察官双双提出上诉。2018年7月，高等法院2审维持了一审对于事实和罪责的看法，再次判处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并为了防止日后可能的再犯，裁定王景玉在服刑完毕后需接受5年的强制监护治疗。2审法官同样指出，被告确有精神疾病在身，但犯案时仍具备基本的道德辨识能力，未达到法律所定的完全无责任状态，因此无法免除其罪。但出于对精神疾患者生命权的保留，以及参考2公约的人权精神，不宜判处死刑。这样的判决理由再度在社会上引起争议与讨论。难道法律就这样无可奈何吗？许多愤怒的声音批评司法系统对加害人过于宽容，认为这等同纵容疯子杀人而不用偿命。然而也有法律界人士为法官的判决背书，强调这是依国际人权潮流做出的艰难但必要的平衡选择，正反两面的激辩将案件推向更高审级的检验。2018年底，此案上诉至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在同年12月作出裁定，撤销2审判决，发回高院更审。最高法院认为，前审在部分论述上可能有所不足，需要更明确交代量刑理由，尤其关于不得对精神障碍者判死的国际规范如何适用，以及被告日后再犯之可能评估等，都必须更周延说明。发回重审的消息一出，一度让小灯泡的父母和支持严惩的民众燃起希望，是否最高法院暗示应改判死刑，让这位凶残的夺命者难逃一死？毕竟发回重审意味着原判决有可议之处，
很多人揣测法官们也对先前免死的决定心存疑虑。然而司法程序向来慎重而漫长，重审期间，王婉玉夫妻每一次出庭都承受着撕心裂肺的痛苦。他们一方面配合理性地提供意见，另一方面内心深处始终期待司法能还给他们逝去女儿的一份公道。2020年1月，高等法院更一审宣判结果出炉，王景玉仍被判处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重审法官重申了前案事实与责任的认定，强调王景玉行为极其残酷，但因考量其精神疾病背景，并综合各项量刑情节，认为无需判处死刑即可达成应有的惩戒与保护目的。这等于第3次确认了免除王景玉一死的处遇。被害人家属听到结果，再次陷入失望与悲愤。王婉玉随后对外发表声明，表达遗憾和不甘心，直言无法理解这样的判决如何能对得起被害的小生命。他和家人始终无法平静，质疑社会究竟有没有真正替小灯泡伸张正义。案件再度上诉到最高法院后，2020年4月15日，最高法院作出最终裁定，驳回双方上诉，维持无期徒刑定谳。换句话说，历经将近4年的司法折冲，王景玉终究逃过了法律的脚手台，他将以终身监禁的方式为自己的罪行付出代价。最高法院在终局判决中也特别论及，此案量刑以考量被告精神状况和罪责轻重，无期徒刑并未违背罪责相当原则。尽管外界对于精神病不得判死的国际法含义仍有不同见解，但最高法院认为原判决综合衡量后的无期徒刑是适当的。至此，小灯泡命案的刑事审判尘埃落定。然而判决的落幕并不意味着风波平息，社会舆论对这个结果依然充满争议，一场更广泛的讨论才正要展开。小灯泡命案的审判结果之所以令社会高度关注，正是因为它触及了法律与道德中一个极为两难的命题：该不该对患有精神疾病但犯下极端罪行的人判处死刑？在台湾社会，死刑存废长年以来就是敏感而热烈争论的话题。一方面，多数民意赞成保留死刑，尤其当残暴案件发生时，舆论常掀起要求严惩、以命偿命的声浪。但另一方面，人权倡议者和国际趋势则推动逐步限制乃至废除死刑，特别强调不应对少年犯、精神障碍者执行死刑，以体现文明与人道。小灯泡案正好成了这场争论的缩影。一个无辜幼童遭残忍杀害，令人切齿痛恨。凶手纵有精神疾病在身，其行径之凶残仍让人难以将其视作单纯的病人。在正义与同情之间，社会舆论严重撕裂。对支持判处王景玉死刑的一方而言，他们认为这是罪有应得，才能告慰小灯泡在天之灵，并平息公愤。在这样骇人听闻的儿童杀害案件中，倘若司法系统都无法判处极刑，将何以对国人交代？更何况王景玉曾经治疗却中断，既然医疗无法保障他不再犯，让他留在世上一天就可能是对社会安全的威胁。许多一般民众和被害者家属抱持这样的观点，认为法律过度宽容反而助长犯罪者的气焰。社群媒体上充斥着质疑，一条小生命都没了，却还要花纳税钱养凶手一辈子，天理何在？甚至有人担心，依照台湾司法实务，无期徒刑服刑30年后若表现良好，可能假释出狱，难保此人未来不会重获自由。这样的焦虑和不满使许多人对免除死刑的判决无法释怀。在案件审理期间，每逢开庭或宣判，法院外常有自发民众举牌抗议，高喊还我正义、严惩凶手的口号。他们的诉求很直接，唯有判处死刑才能平复社会的伤痕，达到应有的惩罚效果。然而持另一种观点的人则强调法律精神不该被愤怒裹挟。他们指出，王景玉固然犯下滔天大罪，但他同时也是重症精神疾病患者。现代文明社会通常主张不处决病人，而是以治疗和终身监禁来防止危害。这并非对罪行的姑息，而是基于人权与怜悯，认为即便罪犯可恶，我们仍不能走回以暴制暴的老路。有法律学者分析说，死刑从来不是预防犯罪的万能丹，尤其对于随机杀人这种非理性犯罪，严刑峻法未必能产生下阻作用，反倒是强化社会安全网，
改进对高风险精神病患的治疗管控，才是防堵类似惨案的治本之道。一些专家举例，近年来台湾接连发生随机杀人事件，从2014年的捷运随机砍杀，2015年的北投国小女童割喉案，到2016年的小灯泡命案，案件频率之高令人警醒。如果仅仅用处决凶手来平息民愤，但不检讨社会结构和安全网的漏洞，下次悲剧仍可能发生。台大法律系教授李茂生就直言，死刑乃至强制治疗都无法真正解决问题，唯有人心改变和社会支持系统的重建，才能让这种事件不再频传。换句话说，与其事后喊打喊杀，不如深入反思我们的家庭教育、精神医疗、社区支持到底出了哪些问题。尽管理性声音在强烈民怨中显得微弱，仍有不少民间团体试图引导讨论走向制度改革。就在小灯泡案发后不久，一个关怀犯罪被害者的民间团体发起了名为“自己孩子自己救”的活动，呼吁社会正视如何保护儿童安全。他们号召家长们上街表达心声。2016年4月10日，上万名愤怒又悲痛的家长和民众聚集在台北总统府前的凯达格兰大道，高举标语与白玫瑰，要求政府严惩凶徒，反对废除死刑。他们希望新政府听见基层的恐惧与怒火，在司法改革中不要轻言废死，同时也要提出积极作为，防止随机杀人。据统计，当时在网络上响应参与这场游行的民众超过6万人，可见小灯泡案引发的关切已不是少数人的情绪，而是全体社会对安全感的焦虑缩影。一场原本单一起刑案的审判，最终演变成全民关注的社会议题，关乎法律价值观和公共安全策略的重大抉择。死刑的去留问题再次被推到风口浪尖，是顺应国际人权思潮逐步限缩，还是在民意压力下维持高墙之内的绝对正义？小灯泡的名字注定将在这场辩论中长久地被人提起，提醒着我们这个伤口尚未愈合的社会课题。除了惩罚之外，小灯泡事件更让全台湾开始深刻检讨社会安全网的漏洞。所谓社会安全网，涵盖了家庭、学校、社区、医疗和警政等多方面合作，用以预防犯罪和保护弱势。然而，这起随机杀人案凸显出我们的安全网在某些环节上出现了破洞，导致危机未能防范于未然。首先，引人关注的是精神疾病患者的管理与治疗问题。王景玉在社区常年表现出异常举动，邻里与家人其实都看在眼里。他也曾2次因精神问题被送医急诊，然而短暂的住院或急诊处置之后，他又回到社区中，缺乏后续的强制治疗或追踪。一般而言，依照现行法律，强制住院治疗需符合严格条件，常常是患者已经对自己或他人造成明显危害时才能执行。很多家属透露，他们即便知道亲人有精神疾患隐患，但除非患者愿意配合或状况危及生命，否则难以长期强制治疗。王景玉的父母无疑也是在这种两难中度日，送他入院治疗后，仍不得不看着他出院回家继续怪异行为，却缺少其他辅导管道。政府相关单位过去几年虽推行所谓社区关怀访视制度，对登记在案的重性精神病患定期访问追踪，但王景玉并未被纳入这张防护网。正如台北市长柯文哲在事发后所指出的，王景玉这样的人根本不在现有的防护网监视名单内。这句话充分暴露了问题。我们现有的社区精神卫生系统未能将一些高风险个案纳入监控范围，导致他们游离于体制之外。一旦这些人走上街头，陷入自己的妄想世界并做出攻击举动，悲剧就难以避免。强化整体的社会安全网，特别是针对精神疾患高风险群体的及早介入，成了各界共识中的重中之重。其次，随机杀人案的频发也引起人们对治安防范措施的重新审视。在小灯泡案之前不到1年，发生在台北北投区文化国小的女童割喉命案同样震惊社会。那起案件中，一名陌生男子白天翻墙进入小学校园，闯入女厕随机割喉，杀害了一位8岁女学生。事后调查发现，凶手同样患有思觉失调症，最终法院也以无期徒刑定谳。该案促使全台中小学迅速加强了校园门禁和保全措施，
学校开始实施更严格的访客登记，围墙装设铁丝网等，试图杜绝外人闯入。正当社会以为校园已是孩子最后的堡垒时，没想到隔年小灯泡竟在公共街道上遇害，地点甚至就在妈妈眼前。这更让人恐惧，难道连父母陪伴在侧都保护不了孩子的安全吗？为了避免类似事情重演，警方在案发后加强了巡逻密度，对于曾有暴力或精神病史的人士也提高关注等级。此外，政府宣示将建立更完善的社区安全网络，包括卫生、警政、社政等多部门资料的整合分享，及时掌握潜在危险人物的动态。比如，加强社区通报机制，当家属或邻里发现有人出现攻击倾向或精神失控行为时，社区关怀据点、里长或警方能够迅速接获讯息并介入处理。然而，制度的完善需要时间，真正落实更需资源和耐心。小灯泡案让全民了解到，光有严刑峻法，事后惩戒是不够的，建立一张平时无所不在的安全防护网，才是对生命最好的守护。在小灯泡事件激起的滔天巨浪中，我们也看到了痛彻心扉的受害者家属化悲愤为行动，试图推动社会进步的一面。小灯泡的母亲王婉玉在失去爱女的最初，她的访谈中流露出无尽的伤痛和对社会的不解。她哭诉道，自己为了家庭辞去工作，在家亲自照顾孩子，本以为这样已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却没想到走在路上都会遇到如此疯狂的袭击。她呼吁政府和整个社会必须做出改变，不能再让孩子处在父母保护之外就陷入险境。她说，我们一直强调家庭、教育与工作间的平衡，我辞职在家带小孩，却发现这个社会如此不安全。在极度悲伤之余，他更提出了殷切的期望，希望整个社会能从根本下手，不管是家庭教育还是心理辅导，都要让这样子的人消失在社会上。这番话并非要抹去特定的人，而是希望不再出现下一个失控的加害者。这是受害母亲撕心裂肺的呼喊，也是对社会提出的警醒。而后，王婉玉并未止步于言语。2016年下半年，总统府筹备召开司法改革国事会议，广邀各领域人士参与。王婉玉便以犯罪被害人家属的身份应邀加入筹备委员会。他带着切身的痛投入司法改革议题，希望替受害者发声。期间，他尤其关注精神疾病犯罪、防范随机杀人以及被害人保护等面向，试图将自身经历转化为具体的制度改善建议。他的参与使原本可能流于精英对话的司法改革有了一份来自基层痛楚的真实声音。很多国人看到王婉玉勇敢站出来，都深受感动与敬佩。对一位刚失去幼女的母亲而言，重新站起谈何容易，但正是这份坚强带动了更多人省思并投入相关社会运动。在历经几年的沉淀与准备后，王婉玉更进一步地选择参与政治。2020年初，她受时代力量政党的推荐，成为全国不分区立法委员候选人名单中的一员。竞选期间，她走访各地，分享自身经历，阐述自己对司法改革和社会安全的理念。许多选民被她的真诚与勇气打动。正如她所说，她是乘着小灯泡的爱前进国会，希望以此照亮台湾。最终，她顺利当选第10届立法委员，进入国会殿堂。王婉玉的当选象征着小灯泡短暂生命的延续，那道被残忍熄灭的光透过母亲的努力重新点亮，在立法体系中发挥影响。进入国会后，王婉玉将重心放在受害者权益、儿少保护以及精神健康政策的完善等方面。她推动的议题包括加强随机杀人预防机制，提高被害家属在司法程序中的发言权，以及要求政府扩充心理卫生资源等。虽然改革之路漫长艰难，但王婉玉以亲身经历为凭，让许多冷冰冰的统计数据背后有了具体的面孔和故事，促使立法者正视问题的紧迫性。民间层面，更多平凡人也被这起事件唤醒，加入改善社会安全的行列。例如，许多家长开始自发组织社区巡守队，在学校上下学时段协助维持周边安全。各地的里邻也更加关注独居游荡的疑似精神病患，主动向社工或警方通报请求协助。一些非营利组织加强了对精神疾病患者及其家庭的支援，提供咨询和关怀访视，
务求在悲剧发生前就介入干预，甚至演艺圈都有响应。有歌手创作歌曲纪念小灯泡，用音乐疗愈社会的伤口，也有艺人发起募款，协助受害家庭和相关公益。种种行动汇聚起来，虽然不能抹去生命逝去的遗憾，却展现出社会从悲痛中重生的力量。每一份努力都在告诉我们，不能让小灯泡白白离去，我们必须让这样的悲剧不再降临在任何家庭身上。小灯泡事件带给台湾的震撼与反思是深刻而长远的。那一日在街头绽放又凋零的幼小生命，刺痛了无数人的心。他的离去掀开了社会潜藏的伤口，无差别随机杀人的阴影，精神疾病治理的缺口，司法正义与人权衡量的争议，以及人们对安全的殷切渴求。在这起事件中，我们看见法律在情理交织中艰难前行，凶手罪无可恕，然法律仍需爬梳他的精神状态，权衡国际人权义务，最终做出另一部分人恼怒，一部分人叹息的判决。我们也看见社会在巨大的悲痛中苏醒，开始检视自己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从家庭教育到社区关怀，从警政巡防到医疗资源配置。一个幼童的牺牲换来的是整个社会对安全网洞穴的警觉，以及对司法制度人本思维的省思。诚然，再多的改革也无法挽回一条逝去的生命，但若因此能避免下一次悲剧发生，便是对小灯泡最好的纪念。回望此案，我们不禁自问，我们是否真的从中学到了教训？随机杀人的悲剧今后真的能杜绝吗？或许人性的幽暗与疾病的魔影永远无法被完全根除，但我们能做的是不断修补那破了很多洞的社会。当每个家庭更重视孩子的心理健康教育，当每个邻里不再对怪异者袖手旁观，当政府投入更多资源完善精神医疗与治安防控，我们的安全网就会更加牢固一些。正义或许会迟到，但不能缺席。社会的温柔守护可能一时无法无所不在，但只要我们凝聚共识，持续行动，就能离那个理想中没有恐惧的社会更进一步。小灯泡短暂的一生，犹如夜空划过的流星，虽然熄灭得令人心碎，却照亮了我们前行的方向。它让全台湾人一同经历了愤怒与悲伤，也促使我们重新思考爱与保护的意义。愿我们记住这份教训与启示，用行动去拥抱彼此，照顾彼此，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更安全的环境下健康长大。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告慰那逝去的小小光芒，他的离开没有白白徒劳。